600多年前，朱元璋派我们来，现在是想回都回不去了。你可能不敢相信，在我身后的这个村，竟然生活着被世人遗忘了600多年的明朝人。他们不远千里从江淮一带到这里来生活，至今还保留着600多年前的民风民俗。他们说的语言是古代明朝的官话，穿的服装是明朝汉人的长衣大袖，住的是古老的石头房子。当地人把他们称之为屯埔人。600多年前，他们为何要千里迢迢从富庶的江淮来到偏远的贵州？今天阿波特地请来了当地土生土长的屯埔小娘娘，带你们一起走进天龙屯埔，走吧。整个村寨的目前还有1400多户，5000多人居住在这里。令人称奇的是，直到现在，他们还保留着600多年前明朝的那种生活，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大娘娘你好。好。这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了。他所穿的这个服装呢，就是以前明朝的汉服。你看他头上呢戴了2个罩罩，耳朵上有2个吊吊，腰上呢还有2个哨哨，脚上呢还有2个翘翘。到底有什么样的寓意？我们还是听我们的小娘娘来给大家讲一讲吧。像我这样完整的装扮就是没有结婚的，所以我头上是没有这个罩罩，只有大娘娘结了婚的才有。然后腰上的哨哨呢，它是纯手工的，它有1丈2尺长，在腰上围上4圈，888根织线编织而成。888根呀！对，那这个鞋尖的话，鞋子以前还有刀片，里面还有机关。对，明朝的时候它是作为妇女的长身暗器。当然现在没有了，放心哈，是以前才有。那如果里面有刀片，那就太危险了啊！在整个寨子的正中央有一块石碑，上面写了4个字，叫做“叶茂思根”。据说呢，2002年，当时南京电视台带了很多的南京人，从朱元璋的坟头上捧了一把土，带到了这里来。为什么要干这么一件事呢？因为就是为了告诉当地人，虽然说现在我们枝繁叶茂，但是不能够忘记自己的根来自于哪里。所以600多年前，他们都是从江淮一带迁到这里，所以在这里生根发芽的。这就是他们当地居民居住的房子了。这个房子你看，全部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而且石头跟石头之间没有石灰，没有水泥，没有任何的粘合剂，技艺真的非常的高超。而且呢，在贵州还有一贯就是石头当瓦盖。你看他们的瓦全部呢都是整块的石头切成薄片，放在屋顶之上。那么这些建筑呢，它还有个特点，就是窗户特别的小。这个呢就是他们的窗户了，你看是不是很小？其实呢，它是个箭孔，是为了防御而做的。外面呢比较小，里面比较宽。那么里面到底有多宽呢？带你们去看一看。从里面看过去，是不是宽了几十倍都不止？因为当时他们建这个屯埔呢，就是为了防御。如果有敌人来袭的时候，他们会从这个地方呢拿着弓箭往外射，而外面的弓箭想射进来非常的困难，起到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个防守之势。来到天龙屯埔有一样美食是你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的，就是松糕粑。这个是600多年前就有的一样美食了。好吃。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够看到3000多年前的古老戏种，被称之为地戏，它也是戏曲当中的活化石。地戏呢是以前古代出征祭祀之前要做的一种活动，用来恐吓跟震慑敌人所用的。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还能够看得到。那为什么当年他们要从富庶的江淮来到遥远的贵州呢？明朝初年的时候朱元璋为了消灭在云南的元朝势力以及巩固对贵州的统治，于明朝1381年、1388年2次派遣30万大军调北征南，又从江南诸省征调大批的移民来到贵州落户，史称调北填南。这些征南将士和填南移民在明王朝实行军屯、商屯、民屯大规模的屯田之后，就在这里呢安家定业了。从此呢长居在这里，现在已经生活了将近600多年的时间。他们的后人被称之为屯埔人，直到现在，屯埔人还是在执着地坚守着大明王朝的祖制。我想他们在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
心里面肯定也是痛苦的。但是舍弃小家为了国家，这种精神屯朴人值得被点赞。关注阿波，跟着我一起去旅行。